在表灵石之境，蓝忘机触碰到两人不少共同回忆。在一次通灵中，场景回到净室的某个夜晚，烛光摇曳，暖意融融。蓝忘机为魏无羡第无数次重读他最喜欢的话本。读完和灵柩关州出鬼海一节，蓝忘机道：魏婴，早些睡吧。这本是一句极稀松平常的话，在这段已经发生的现实里，蓝忘机也的确是这么说的。但是这之后，蓝忘机发现魏无羡的作息更加规律了，会比以往早2炷香时间睡下，而且他最喜欢的句子也有我愿永不安息，变为了那张节中的重点是你，而不是怎样的你。蓝忘机认为这是因为自己的灵力远强于魏无羡，在灵石之境，自己的灵石极易压制魏无羡的灵石，对魏无羡形成心理暗示。若是深入魏无羡的乾灵石境，如果操作不当，可能直接篡改魏无羡的意愿，对他今后的行为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。而这种事，蓝忘机不愿为之。因此，两人在疏导灵脉、双修筑基的过程中，一直停留在表灵石境，步步为营，徐徐图之。魏无羡的想法一向天马行空，无边无际，且想到了就要去尝试，是个行动派。对于蓝忘机的谨慎，魏无羡不以为意。二哥哥，是你，我怎么会不放心？表灵石境也好，乾灵石境也罢，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我的记忆都给你看。但看蓝忘机略有忧色，立刻又变得乖巧听话，搂着蓝忘机的脖子撒娇安抚。二哥哥，你别担心啊，你若是不喜欢，我们就照你的方式来，好不好？你帮我打通灵脉大穴即可，剩下的我自己来，我好好修炼，慢慢修炼，扎扎实实的固本培元。蓝湛，我都听你的，别担心。魏无羡失踪之后，蓝忘机一直十分自责。如果自己当初不是那么古板，直接深入魏无羡的乾灵石境，助他快速结丹，再助他固丹，魏无羡就不至于生死一线之际仓促结丹，丹府不稳，不至于没有时间固丹养丹，不至于难敌对手，遭逢不测，下落不明。在安康残堤，当他只找到随便和小女婴时，蓝忘机的脑海中有瞬间的空白。他对魏无羡的许多事情已经形成一种直觉，这一次他直觉魏无羡出事了。无限煎熬的2天里，蓝忘机竭力控制自己的心神，将全部灵力灌注于忘机琴。他相信魏无羡会活下来，但他害怕自己找不到他，或者害怕自己会像上次一样找寻很久。魏无羡把自己宠得御贴周全，食髓知味，他没有勇气再度过一段漫长的等待时光，他也绝不能再让魏无羡一个人孤独行走在他视线之外，他还要护着他，一直护着他很久很久。而找到他的时候，他一身冰凉，寒意彻骨，那是他的魏婴。归来的每一个冬天，蓝忘机都要为他添置新衣，烧燃暖炉。可是现在，他让他在冰冷的江水中泡了2天。蓝忘机不敢想象，如果一直找不到他会怎样。想要加倍补偿他，以后所有事情都听他的，会更加信任他，只要他想，便放手陪他去做。魏无羡的金丹已经碎成齑粉，散入灵脉，不入乾灵石境，绝难汇集，全部碎片。但仅凭魏无羡自己修行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重新结丹。若是金丹彻底消融入脉，终身不能再结丹。因是蓝忘机以自身灵力引导魏无羡的灵流，冲击灵脉大穴，筑基过程中，两人灵流纠缠，因此两人的灵力与金丹逐渐产生相似的质素，或者说魏无羡的金丹性状逐渐贴合蓝忘机的金丹性状。蓝忘机自身灵石强大，灵力充沛，深入魏无羡的乾灵石境，借由金元为媒介，两相灵石交融，灵力共振，以自己的金丹感知魏无羡的金丹碎片，还有机会帮魏无羡重新结丹。之前每一次双修都是他领着他温柔缠绵，灵肉交合，共赴云雨，同往极乐，而后才开始通灵。现在他要入他乾灵石境，可能会探查到他最深切的渴望和最深刻的记忆，他不想趁他睡梦之中进行。还有时间，他想等他醒来，待他重温绝顶欢愉，与他两心相知相许，
灵玉相融相交。现在他成功了。蓝忘机闭目感知魏无羡内心深处的灵石波动，纵身下潜魏无羡的乾灵石之境。四周先是一片黑暗与寂静，黑暗无边无垠，仿佛落入混沌与虚空之中。安静的蓝忘机听到了自己的呼吸声、心跳声，似乎过了很久，四周响起了细细低语，那声音由远及近，如清风徐徐拂过，渐渐变得分明。那些声音全部来自魏无羡的乾灵石碎片。蓝忘机闭目凝神，静心感知，纷杂凌乱的话语声铺天盖地地涌了过来。魏婴，别动，术法探讨而已，一起不好吗？我要说情话了，我喜欢同你一起。魏婴，你不知羞，你先放我出来。独舞无趣，忘机请夷陵老祖赐教。夫圣贤之典，教人成效，谨言慎行，立身雅正，性自伽蓝，学从圣贤，两教一体，典境皆服。净室、藏书阁、百凤山、金陵台、兰室，全是自己的声音，轻柔的、带笑的、急切的、激烈的、隐忍的、甜蜜的回忆，柔软的时光。你现在可以试试，看我有什么事会拒绝你。心悦你，爱你，想要你，没法离开你，除了你谁都不想要，不是你就不行。我在，我没生气。谁的身体被捅一剑都撑不住。听心跳，脸看不出，听心跳。这可是你说的，这个人我带回兰家了。他笨拙的劝诫，生硬的质问，魏无羡也都记着。你当真控制得住吗？万一他在发狂，该当如何？若是你出问题了呢？魏婴，你还是跟我回姑苏吧。魏婴，鬼道损身，损心性。魏婴，修习邪道，终归会付出代价。古往今来无一例外，有些事根本不是你能控制得住的。魏无羡，即使是年少时的记忆，也依然清晰，一点一滴，全是他和他的青葱岁月，铭鼎从前。你若是没有那个意思，就不要去撩拨人家。你自己随心所欲，却害得别人心烦意乱。我来此是为修行，非是为疗伤，不要乱扑。魏婴，你是个什么人？不知羞耻。蓝忘机从未料到，魏无羡的乾灵石是这样的，只有他，唯有他，所以魏无羡会记得忘羡，所以魏无羡会记得自己的口味，所以魏无羡会认得自己的表情，会分辨出自己的情绪，所以魏无羡会习惯自己的触碰，无比信赖自己，所以魏无羡在自己身边那样安心，可以随时随地熟睡，甚至懒得追寻记忆，所以魏无羡可以很快喜欢上自己。魏无羡对自己承诺过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对我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，我都会记得，一件也不会忘。所有珍贵的回忆都存放在他意识深处，不曾丢失。魏婴喜欢着蓝湛，这份感情不曾改变。他的魏婴，周遭的话语声渐渐低下去了，飘远了。到了。魏无羡的乾灵石之境。蓝忘机睁开眼，眼前是一处幽暗的山洞，洞内明灭不定，洞形变化无常。乾灵石境内，回忆流动变幻，自由飘荡，杂乱无章，场景随意更迭，日月变幻无序。蓝忘机看见自己跪在魏无羡面前，满身血污，看不清神情。自己紧握住魏无羡的双手，正在急切地说些什么，似乎是某个过往的心碎的场景。蓝忘机走到镜前，依然看不清自己的脸，听不见自己的声音，却能看见魏无羡一双似水柔情的眼睛，听见魏无羡温柔的回应：好，蓝湛，我听你的。蓝湛，我跟你走。蓝湛，我同你回家去。魏无羡捧着自己的脸，一遍又一遍地低语着，重复着，回应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坚决，直到最后他喊了出来：蓝湛，蓝湛，我跟你走，快把我带回你家去。他喊出这句话后，四周景色突然变化，紫色龙胆疯狂滋长，花朵娇小，花色野艳，惹人怜爱，发出淡淡荧光，美得如梦如幻。蓝忘机心下暖煦一片，难怪昨日上午魏无羡可以立刻说出：我不走了，我不走了，你不让我走，
我就不走了，我留下来。蓝忘机想，方才他还为未能再听到魏无羡激烈又动情的剖白而微感失落，真傻，他不需要魏无羡再做过多的告白了，这就是最好的告白。